基础书法入门，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。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。关于毛笔，虽然是在写字过程中的重要工具，当然工具里还有其他，如纸张、墨、水等，古人叫做笔墨纸砚，它们合称为文房四宝。文房四宝很有讲究，是因为它们能给人们在书写上带来便利，因此书家一般对这些宝贝都很在意，精心挑选，细心呵护，备爱有加。书写中毛笔的使用既是书家趁手的工具，但有了这工具就要会使用。说到这里，有的人可能感觉不就是用毛笔写字吗？还有什么会不会的？在小学的时候老师都已经教过了，那是纸笔，可不是用笔。闲话少说，毛笔在书写中到底怎么调锋？有的人认为调锋就是在砚台里再蘸一下墨，笔锋自然就顺了，何必要调？这是一个很低级的回答。如果你写一笔蘸一下，人家一定会认为你是一个刚学写字的人，况且这样写字你也感觉不对劲，不是吗？你见过哪位大师是这样写字的？调锋有3种方法。第一，笔势调锋。这个名词古人没说过。所谓笔势，就是在书写中两个笔画之间的连接关系。就草书来说，上一笔与下一笔的连带可以理解为笔势，但在楷书中并没有连带，如何理解笔势？实际上楷书中也有笔势，只不过一般人对此观察不细，理解不深，所以就认为没有笔势。这个观念有待改变。我们看看王羲之、王献之等人写的楷书，最明显的就是3点水。这3个点虽然没有连带，但它们之间的遥盼呼应就是笔势。弄清了笔势后，就要说说调锋的问题了。假如我们写完了第一个点，笔的弹力不足的话，笔尖由平转换成扁状，在写第2个点时，如果继续下压，这个点将会塌下去。正确的办法是利用手腕转动笔杆，或是微微捻管，再次书写，就可以完成笔势调锋的动作，而不必再次校墨调锋了。第2，转捻调锋。不论是哪种书体，在书写时，笔锋总是要发生变化的，有时是散开的，有时是扁平的，但总不会一直是锥状的。这时就要利用点画的特点来调整笔锋。在写完上一个点画后，对下一个笔画实行捻笔的办法。所谓捻笔，就是笔锋插入到笔画之中，这个办法要经过多次实践后，才可更深地理解到。做草书时，这种方法最为有效。举个例子，在写草书少字时，最后一个撇在撇出的时候，通过笔杆的转动，将原来已经散开的笔锋拧在了一起。写完撇画后，笔锋已经回归到圆锥状态了。这个方法也可以引申到其他书体之中，需要进行书写体会。第3，以锋调锋。以锋调锋就是利用笔尖的状态进行调锋。如果在书写中笔尖形成为扁平状态，只要捻一下笔杆，让笔锋成为笔画入笔时的尖状即可。笔尖入纸后，在毛笔行进过程中，笔锋也就会自然得到调整。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情形，如笔肚已经没有墨水的情况下，笔锋也已形成为伞状形态，这时就没必要再去费神费尽想法调锋，只能是再次蘸墨调锋。总之，调锋是书写用笔中的一个技巧问题，需要书家多次练习与实践，才能更好地体会它。调锋的好坏，
直接影响书写效果。调风好了，工具的使用水平与书写水准也会大大增强。零基础书法入门，全部免费书法教学视频，连结在描述栏。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，接收全部影片更新通知，即可观看新出炉的影片。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。